健康长寿也建议大家呀常喝养生茶，比如红茶、绿茶、菊花茶等，有助保养身体。俗话说10人9胃病，也就是说现在有胃病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胃不好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，那该怎么养胃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揉腹。我们先将双手叠放在一起，然后放到腹部，绕着肚脐顺时针微微的用力按揉就可以了。每次按揉100下。大家可以在2餐之间，或者是晚上睡觉前揉腹，最好呢不要在吃饱饭或者是饥饿的时候按摩。坚持这样揉腹，能够促进内脏的气血循环和肠胃蠕动，可以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也有很大的帮助。同时呢，还能够改善便秘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效果哦。那对于胃不好的朋友，建议大家呀，还可以用蒲公英根泡水喝。蒲公英根有清肝明目、补脾和胃的作用，经常泡水喝，脾胃也会越来越好。有很重要的消化和吸收功能，所以我们平时要多注意保养。大家呢可以多用食疗的方法，试试用下面这2种食物泡水喝。第一种，桑葚。桑葚呢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水果。那桑葚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、维生素、鞣酸以及脂肪酸等营养物质，有健脾养胃、促进消化的作用，所以经常的吃一些桑葚，或者呢用桑葚干泡水喝，能够帮助修复胃黏膜，抑制幽门螺杆菌滋生，有非常好的养胃效果。第二种，洋甘菊。洋甘菊的药用价值很高，洋甘菊中含有丰富的多糖苷类，具有健脾养胃、生肌润燥的作用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能够帮助减少幽门螺杆菌，对缓解胃炎、胃胀以及胃溃疡等都有很好的作用。那养胃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哦。俗话说胃病3分治7分养，所以平时养胃要少吃油腻、辛辣、生冷的食物，切记不要暴饮暴食。还可以常喝一些养胃茶，比如苦荞茶、丁香茶，都能够帮助修复胃黏膜，让你远离胃病。很多人都有腰疼的毛病，很多人认为这是小毛病，但腰疼发作的痛苦只有当事人才知道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腰疼。首先，我们自然站立，双腿保持并拢，伸直，上半身往前弯曲，双手向下伸直，用双手尽量的去够地面，坚持5秒，再慢慢的起身，腰部往后弯，双手也向上伸直，这样拉伸，也是坚持5秒，反复做这个动作3到5分钟即可。这个动作既可以锻炼腰部，也能够拉伸腿部经络，畅通全身的气血，能有效的改善腰疼、腰酸的问题。那腰不好的可以经常的做一做，腰椎也会越来越好哦。那腰不好的朋友，平时还要注意不要过于劳累，多注意保暖。没事在家喝茶，比如冬瓜荷叶茶、苦荞茶、蒲公英根茶等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生活中有一些人会因为工作的原因，长时间坐着或者是站着，久而久之就出现腰疼、腿疼的情况。那今天呢，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坚持做一做，对缓解疼痛有帮助。这个动作呀，就是仰卧蹬车，方法很简单，平躺在垫子上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双腿向上抬起，然后轮流的开始做蹬自行车的动作，每次做5到10分钟，可以早晚都做一次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锻炼腰部和腿关节，坚持一段时间，对缓解腰疼、保护膝盖有非常好的效果。大家不要以为腰腿疼痛是小事，如果不好好调理，就可能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平时呢还可以多热敷和按摩，也可以呢用玫瑰花泡水喝。玫瑰花有活血化瘀、散瘀消肿的作用，对身体健康也是有帮助的。脑供血不足经常发生在中老年人，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也出现了这种情况，直接的表现就是头晕、记忆力下降、失眠多梦等。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动作，能够改善脑供血不足。首先，我们坐在床上或者是垫子上，盘上双腿，腰背挺直，双手握成拳，放在身体两侧，然后慢慢的由身体两侧向上举起，抬到头顶的时候，双手食指用力张开，同时头部后仰，坚持5秒，双手再落下，这样反复的做3到5分钟即可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为大脑输送更多的血液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非常好的效果，并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。那
那想要预防脑供血不足，生活中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注意，要坚持锻炼，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，还有饮食要合理，多吃蔬菜水果，也可以呢常用山楂干泡水喝，有助疏通血管，让血液。腺结节在生活中很常见，大多呢发生在女性身上。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平时饮食就要多注意，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保持饮食清淡。不过呢，可以常用两物泡水喝，可以帮助缓解甲状腺结节。第一种，蒲公英根。蒲公英啊是生活中常见的野菜，很多人呢也喜欢吃。那蒲公英的叶子和根茎都可以吃，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具有清热解毒、消肿散结、清肝明目的作用。如果用蒲公英根泡水代茶饮，没事呢喝一点，能够帮助改善甲状腺结节。第二种，玫瑰花茶。玫瑰花非常的好看，女性朋友啊多喝点玫瑰花茶，可以帮助美容养颜，让皮肤变得更好。那玫瑰花呢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硒元素，可以帮助保护细胞，对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和功能有很好的作用。所以经常的喝点玫瑰花茶，对消散结节也有帮助哦。如果想要甲状腺健康，要记住少生气、少熬夜，多注意饮食。这样甲状腺也会改善。由于高强度的工作，经常熬夜加班，长此以往就很容易使人出现甲状腺结节。不过大家呢可以通过饮食来调理，不妨常吃两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芋头。芋头大家肯定都不陌生，营养丰富，可以炒菜吃，也可以呢炖着吃。芋头中含有大量的淀粉、矿物质以及维生素，具有疏散结节、补中益气的功效。经常的吃一些，对甲状腺结节有一定帮助。第二种，冬瓜。冬瓜也是常见的蔬菜，一般呢菜市场就有。冬瓜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蛋白质、维生素以及矿物质，具有利尿消肿、清热解毒的作用。平时爱吃冬瓜，对改善甲状腺结节也有很大帮助哦。所以有甲状腺结节的人，平时啊要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多吃蔬菜水果，或者呢用蒲公英根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滋养甲状腺，改善结节。但是有甲状腺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很多人认为啊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如果你不注意保养的话，会危害身体健康的。那今天呢给大家呀推荐3种食物，有助呢甲状腺健康。第一种是萝卜，萝卜呀是一种很好的食物。那萝卜中呢含有丰富的萝卜素和维生素，具有开胃健脾、清热利尿、解毒生津的作用。那经常的吃一些萝卜，对预防甲状腺结节有帮助。第二种，荞麦。荞麦呢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有活血化瘀、促进排毒的作用，所以经常的吃一些荞麦也能够帮助呢保护甲状腺健康。第三种啊，蒲公英根。蒲公英根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具有呢清热解毒、消肿散结的功效。平时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维持内分泌平衡，改善甲状腺结节。那有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其实呢，甲状腺结节是可以预防的。如果能够及时避开3个习惯，甲状腺会感谢你哦。1. 喜欢生气。一个人的情绪也会影响甲状腺健康。如果经常脾气暴躁、喜欢生气，这样会扰乱内分泌，导致甲状腺结节的出现。所以，保持情绪稳定和一个愉悦的心情，有助甲状腺结节恢复。2. 喜欢熬夜。熬夜一时爽，但是呢，伤害最大的却是自己的身体。长期熬夜也会造成内分泌失调，使甲状腺出现结节。所以，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，避免熬夜，这样能够避免结节出现。3. 不合理摄入碘元素。碘元素对甲状腺有很重要的影响，不管是缺乏碘元素还是摄入碘元素过多，都可能会导致甲状腺结节出现。所以平时一定要合理的摄入碘元素，这样甲状腺也会感谢你哦。那想要甲状腺健康，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非常重要。有甲状腺结节的人呢，也可以用蒲公英根泡水喝，能帮助消肿散结，保护甲状腺。好了，大家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或者是疑问，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。拜拜。